嗨，各位好，我是 Xoli 部落的 Felix。这次的视频呢，我要给大家通过8场的不同的战斗，为大家介绍在一场部落战里能够拿6星的这种打手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好，我们现在就拿我们的副首领切尔西2110当做开场。他这场呢是用的是野猪流。天女蓝胖野猪流，天使蓝胖野猪流 ，sorry。那么一开始用电龙和宝宝龙在两侧先做断边，当然他选择的这个进攻线路呢，是选择用车去侧向撞，因为有一部分墙体是2层。所以这样的话呢，所有的兵都不会走歪。好，顺利爆掉主本以后，他的车里装了2只黑胖和5只蓝胖，加起来呢就是10只蓝胖和2只黑胖。你前系的部队还是比较多的，而且有4只天使的保护呢，那前系的部队基本上都能够存活下来。那只要爆掉大雕以后，及时的下野猪。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是在靠近主本的方向呢，火力不是太集中，反而是靠近远主本方向火力是很集中的。那么野猪呢，受到的伤害就比较多一些，但是前系的部队基本上都存活下来了。那这个就是切尔西在处理阵型上它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不管什么样的阵，它的前期的准备工作是做得非常充足的，包括兵力的配置也是非常充足。哪怕你主力部队到最后全部死光了，那么前系的部队呢还能继续的去做收尾的处理。所以像这样的进攻，可能大家看着觉得是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当然是有运气了，但是也是因为他前期的准备非常充分，所以说才会有3星的这么一个结果。好，非常的漂亮。第2场我们看看我们的亮少，也就是牛牛，他在这一场里拿到了6星。他的第1场使用的是天女蓝胖流，一会儿看一看他的狗球流。好，先在3点钟做一做断边的处理。一般像这种阵型呢，不是太好滑天女，因为凹陷的地方非常多，但是还是有一条线路是可以走的。当然，这个是在2月平衡调整之前的进攻，一会儿会有平衡调整之后的进攻，为大家呈现。因为平衡性调整之后呢，连弩对天女的伤害是会非常大的。女王现在有点扛不住了，所以对滑天女的这个要求会更高。好，边断干净以后，就把主力全部灌进去。因为援军是雷龙，所以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只要天使再补你的蓝胖的话呢，基本上也不用担心天鹰火炮会砸到你的主力。我的车里装了一个雪人，这样能够保护大部队。当建筑动起来了以后，大部队会保护到，不会受伤。最后收尾收不到的地方呢，下宝宝龙去帮忙收尾。
那么亮少它的特点呢是对整个阵型算计的比较精确，所以每次拿下来呢都有前戏开场和中场的控制，然后到最后有收尾的这个兵力去协助，所以这样才能够稳稳的拿到3星。如果收尾的兵力不足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很遗憾，可能打到90%多。我们来看他这一场车狗球，我现在选择的线路也是很清晰，断两侧，然后直接开车带蓝胖和双王3王进去。工程车扛不住的时候，先下一个冰冻，让它能够稍微撞得再远一点。只要第2堵墙撞开了，能够保证主力能够进去就好。所以他这次的配置呢，算的是比较精的。蓝胖坦不住的时候，永王就开了技能，这样能够确保爆掉主本。蛮王处理掉了对方的女王，那么他的女王呢，继续在处理援军的时候就开始下狗球了。狗球呢是分了2段来下，打掉第1个区块以后呢，就不用去管它了。重点是第2个区块，因为这一块面积也是非常大的。亮少的狗球呢，操作还是稍微有一点极限。一会儿给大家看一看另外的一个狗球流的打法，是操作控制是比较精细的。非常的极限啊，最后打掉了箭塔以后只剩1颗球了。那么这一期视频重点向大家介绍的是一些技巧以外的东西。只要你能够在对方的阵型里找到你熟悉的流派能够进攻的阵型，那么再加上你能够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选择好正确的线路，你基本上拿掉这个阵应该是稳稳的。好，现在是另外一场，这个呢是平衡性调整之后的进攻了。我们的欧基，他这一次呢也是拿到了6星。这个阵一般是用在冲杯阵上，所以他一般来讲还是陷阱比较坑的。那么他选择用蝙蝠雷龙来处理。首先第一个，这个阵型其实是适合蝙蝠的。一方面呢，比较坑的这种陷阱呢，对雷龙的影响稍微小一些。那么他选择雷龙稍微断一下边，处理掉援军，就把主力全部都下下来了。我们看到这个阵还是确实是蛮坑的，整个一排都是空中陷阱。那一般用蝙蝠雷龙的这个流派呢，首先第一个要注意吹风机的风向，不要所有的雷龙全部被吹到爆不掉主本，就比较麻烦。他现在在雷龙扛住了主本的伤害的时候呢，就在侧方下蝙蝠，这样蝙蝠会帮助雷龙打掉重点的这个高伤害的防御建筑。虽然蝙蝠吃到了太多的伤害，但是最终能够保存更多的雷龙能够活下来，而且收尾时呢，阵型的建筑也比较密集，所以这个阵呢也是稳稳的就拿到了。但是长的特点呢是每次进攻的时候都还是要再仔细看一看阵，可能他是在回忆他自己已经在脑中模拟好的一个线路，这样就不会出差错。我们来看他的同样的第2场的进攻。也是开始进攻了以后一定要把时间等够，应该是在脑中重新再回忆他自己规划好的线路。
所以在处理这个阵型的时候呢，所以常在处理阵型的时候应该是非常沉着冷静的，所有的计划都在脑中模拟好了。那一开始他就下了一些攻手，先收一些送的趴树。那天女呢选择在这个地方滑下去呢，从3点滑往12点方向。那么他的目的是，首先第一个，天女从一个方向确定了要滑到另外一个方向的时候呢，你再去下工程车，让天女往正心走，这样的话天女是绝对不会走歪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同时在滑天女的过程中也是为收尾的时间呢能够节约更多的收尾的时间。现在上面边也断的差不多了，天女自然也就顺利的走进去了。预先在这个位置下毒药，那么同时就可以盖到女王和之后出来的援军。现在大家的援军呢基本上都是1只雪人或者2只雪人，这样对陆军的进攻其实是蛮伤的。因为每打掉一个雪人都会冻住6秒钟，所以这加起来12秒钟，时间一个是时间浪费掉了，二一个呢，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很有可能主力在被冻的这10多秒钟之内，基本上就GG了。好，永王呢在适当的时候开了技能。他的车里装的是雷龙，这样可以在外围协助做清边、做收尾的一个动作。矿工呢，在蛮王的清边之下呢，基本上是精确的控制了走位。所以长他的这场顺利的拿到6星。一个是他的沉着冷静，二一个是不断的在脑中模拟规划好的线路，所以也是非常稳的。好，我们来看下一场，因为是更新了之后呢，就看不到回放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的邓小宇他自己之前用他的 iPad 录下来，然后发给我。来给大家做展示。这一场是他的天女狗球流，先断掉边以后呢，开墙让天女进去打掉一个小区块的建筑。而且也是非常的有经验，炸弹开2层墙，处理掉对方的女王和9点钟整个区块，引出了援军呢，也是雪人、气球和这个和大龙。所以像这样的援军守军配置呢，一般都是雪人先出来。如果你先放雪人的话，这个顺序放对了，女王在打大龙的时候，雪人会慢慢的走进女王，然后气球的行进速度比较慢嘛，到最后雪人打死了以后呢，会把女王冻住，最后气球就会不断的去炸女王，所以这个是防天女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守军配置。好，介绍说话的功夫呢，他基本上处理掉了2个大区块以后，气球就完全走出了气球的线路，这样也就顺利的爆掉了主本。最后因为有吹风机对气球的影响是非常大，但是他只要能够让天女从头到尾都存活下来的话，收尾是绝对不会出问题的。
好，这个是我们的小雨，他的小号打的另外一场。这里我要说小雨的特点呢，首先第一个，他自己的狗球是玩的比较稳的；第二个呢，能够在开战之后及时迅速的选择合适自己的阵型，并不是说一定要非要去打满防高防的这种阵型。只要你能够顺利的拿到3星，那就是为整个部落争取了一个非常好的胜利的机会。好，现在女王在车的这个开路之下顺利处理掉了大雕。那这个时候请注意，用平板玩狗球的好处呢，就是你可以同时多点下球，这个技巧在手机上是做不到的。然后剩下的这条线路呢，就是一条直线了，一条直线下来直接爆主本。那如果有些时候前戏处理不好，没有做好规划的话，前戏崩掉了，那这条线路也就走不出来了。所以经常我们听到说有人是在开始打部落战以后，正式的开战了，在玩进攻的时候可能会心慌，会手抖，可能会紧张。这些呢都是因为准备不充分的原因。所以一旦你规划好了线路，那么使用自己非常擅长的流派，在实施进攻的时候呢，你的脑中已经模拟好了整条线路该怎么走，那就不会慌了。包括前戏你的准备要充分。好，我们又回到我们昨天才结束的这一场，最后我们就用通杀的这场矿工流来当做收场吧。那这个阵型呢，基本上是外围没有可以预先收拾的一些建筑，所以通杀是选择了直接断边，直冲这个天鹰火炮。这也是一种比较干净利落的打法。车里装的是武神，这样在狂暴的作用下顺利的爆掉了大雕，然后砍掉了一只冰人，这样女王被冻住的时间会少一些。如果女王被冻住12秒就惨了。那宝宝龙在另外一头预先断一下边，这样能够保证矿工能够顺利的爆掉主本，那一条漂亮的矿工线路就出来了。那我对这期视频的总结是，如果你想要做一个稳定的3星手，就要避免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些话，假如我的前戏能够打到什么地方，假如我的中场能够摧毁到哪些东西，假如的收尾能够收到什么位置，那么这些观念通通是错误的，因为你所有的环节都在冒险，所以你所有的出手都是会非常不稳定的。那么我们一些稳定的成员呢，在看阵的时候往往是会花掉非常长的时间，他会考量每一个建筑之间的环节，你的前戏需要什么样的配置才能稳稳的打掉你想要的建筑，然后到中场我大概能够摧毁到什么程度，这样的话我就能够保证我在收尾的时候要准备哪些配置。那么这样的成员呢，一般只要一出手都会很稳的。那么现在新一轮的部落联赛也要开始了，也祝各位玩家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呢，欢迎您在下方点赞和订阅以及关注。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和意见或者建议的话呢，也欢迎您在下方通过回复的形式向我提出来，我也会尽快的在第一时间为您做出回复。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希望您能喜欢，我们下次再见，拜拜。